雨下得很怪，不大，却像雾一样贴在皮肤上，让人发冷。医院的走廊灯一闪一闪，林叶站在窗边，手里握着一支燃泄的铁棍，呼吸很轻。外面的街道已经没有人，只有在动的东西。低吼声从走廊深处慢慢逼近，他没有回头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他队里最后一个人，也是最后一个变异的。抱歉，他低声说。下一秒，他猛地转身，铁棍狠狠砸下，头颅炸开，血溅到墙上。他站在原地没有动，过了几秒才慢慢蹲下，手在发抖。又剩我一个了。警报声早就停了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15楼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尸群。他看了一眼天空，灰得没有一点光。这样也好。他闭上眼，往前一步，直接坠下。风声在耳边呼啸，世界迅速翻转。最后一刻，他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：如果能再来一次。滴滴滴，心率恢复正常。林叶猛地睁开眼，刺眼的白光让他下意识眯起眼睛，鼻腔里是浓重的消毒水味，耳边是清晰的人声：下一位。他愣住了，这里是医院。他猛地坐起身，身体完好无损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血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干净，没有茧，甚至比记忆里更细嫩。呼吸开始乱了，他翻身下床，几步冲到走廊的镜子前。镜子里是还没进入末世的自己。他整个人僵住，手微微颤抖。他抓起旁边的手机，亮起的荧幕上显示着时间：2038年6月3日。这一天他记得。3天后，第一波感染爆发。60天后，整个世界彻底崩坏。他站在原地，安静了几秒。然后他笑了。我重生了。他没有选择回家，也没有第一时间去囤物资。他转身，直接朝医院深处走去。实验室区。因为他知道病毒不是意外。他的脚步越来越快。这一次，我不只是要活。他轻声说。我要把整个末世翻过来。他停在一扇实验室门前，门还没锁，里面灯是亮的，因为他知道第一个感染者就在这栋楼里，而且还没发病。他推开门，实验室里很安静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鸣声。一名年轻男生正背对着他，在整理试剂，白大褂，看起来正常不过。林叶的脚步停了，就是他。3天后，第一个失控者。他没有开口，只是慢慢靠近。男生似乎察觉到什么，回头说：你是……话还没说完，林叶已经动了。他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扭，骨头错位，试剂跳在地上。男生痛得脸色发白。你干什么？林叶没有解释，他的目光落在他的手臂上，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针孔。他记得，就是这个。病毒样本外泄，他是第一个被感染的人。现在还来得及，他低声说。男生愣住，下一秒，他忽然抽搐了一下。林叶瞳孔一缩，发作提前了。他直接抬脚把人踹倒，整个人压上去。别动！男生开始剧烈挣扎，眼白一点一点泛灰，喉咙发出不正常的声音。救我！林叶的手微微一紧，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10秒，最多10秒，他就会完全失控。他没有犹豫，抓起旁边的金属器具，狠狠砸下。砰！世界安静了一瞬。他喘了一口气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他以为结束了，但下一秒，警报忽然响起，刺耳，急促，整层楼的灯同时变红。林叶瞬间抬头，
不对，这不是原本的时间点。脚步声从外面传来，很多，而且不规则。他心里一沉，提前扩散。门外有人撞门，砰砰砰，低吼声夹在其中，越来越近。林业扫了一眼实验室，目光停在冷藏柜，里面是样本。他直接冲过去，一把打开，拿走核心试剂，塞进口袋。既然提前了，那就换玩法。门被撞开，第一只丧尸扑进来，林业侧身闪开，反手一击，动作干脆利落。但他知道，这里不能久留，更多的声音正在逼近。他直接翻过操作台，冲向后门。从这里开始，楼梯间很暗，电力开始不稳，灯一闪一闪。林业下楼的速度很快，但很安静，每一步都控制得刚刚好。他知道哪里会出现第一批失控者，哪个转角最危险，哪一层会被堵死。这是他的优势，也是他这一世的武器。转到3楼时，一声尖叫响起，有人被扑倒。林业没有停，他只是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往下。现在还不是救人的时候，他很清楚资源、位置、时间，错一步就是死。他冲出医院大门，外面的世界还正常，人来人往，没人知道3天后会发生什么。他站在原地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露出一抹很淡的笑。时间开始了，他转身朝城市中心走去，因为他知道，第一批物资，第一个安全点，第一场真正的混乱，都在那里。而这一次，他会提前到场。城市中心，大型连锁超市，还没爆发，但人已经开始变多。有人在囤水，有人在抢泡面，更多人只是觉得有点不安。林业站在门口，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第一波爆发还有不到72小时。他直接走进去，没有犹豫，推着购物车开始扫货。水、高热量食品、医疗用品、电池、绳索、刀具。他的动作很快，而且精准，完全不像第一次做这件事。因为他知道，3天后，这些东西比命还贵。他正在结账时，门口忽然一阵骚动，有人摔倒，有人尖叫。林业抬头，瞳孔一缩，时间又提前了。一个男人倒在地上抽搐，皮肤开始发灰，眼睛翻白。救人啊！周围一片混乱，店员手足无措。林业没有动，他只是看着。3秒，5秒，第7秒，男人猛地坐起来，张嘴就咬。第一声真正的惨叫在超市里炸开，人群瞬间崩溃，推挤、踩踏，有人往外跑，有人往内躲。林业却反方向动，他冲向仓库区，因为他知道前门会堵死，后门还有机会。一只丧尸扑过来，他侧身，手起刀落，干净利落。旁边的人看呆了，你怎么？林业没理，他只说一句，想活就跟上。3个人跟了上来，一男2女，脸色发白，但还清醒。林业看了他们一眼，快速判断，你拿推车，你关门，你别发出声音。没有情绪，却让人下意识照做。他们从后门冲出去，外面开始乱了，尖叫声四起，世界开始崩塌。林业站在街上，看着这一切，反而很平静。他低声说，这才是开始。他转头看向身后3人，
从现在起，你们只有一条路，跟着我或者死。没有人反对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实力，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什么样子。林业转身，带着他们走进混乱之中，而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他没有带人乱跑，而是直接拐进一条偏僻巷子，再往里走是一栋老旧社区，铁门半开，监控坏了，人不多，但结构完整。林业停下，这里。三人一愣，这里？对，他直接推门进去。一楼大厅空着，只有一名保全倒在椅子上，还没变异，但已经不对劲。林业没有犹豫，一刀解决，动作干脆。三人脸色更白。他转头，想活就学会看，这种人5分钟内变异。他开始分配位置，关门，封窗，把所有能用的东西搬上3楼。他语速很快，没有一丝犹豫。这不是第一次，是他活过一次的经验。3人开始动，但其中一个女生忽然停住。我们不救人吗？外面还有很多人，再跑，再叫，再求救。林业看了他一眼，你想救？女生咬牙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林业没有生气，只是走近他，低声说，你知道你就一个人会带进来什么吗？不知道来源的感染者，不稳定的情绪，还有拖累。他的语气很平，但每个字都很重。你可以选，现在走，或者留下，听我的。女生沉默，最后没有动。夜幕降下，电力彻底中断，整栋楼陷入黑暗。外面的声音变了，不只是低吼，咚，像是有东西在撞墙。林业站在窗边，眼神一凝，来了。3人紧张，什么？下一秒，楼下墙面直接裂开，一只比普通丧尸更高、更壮的怪物挤了进来，皮肤发黑，肌肉膨胀，动作却更快。变异体，林业低声说，这种东西原本要1周后才出现，现在提前了。他嘴角上扬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变异体冲进大厅，瞬间撞翻一切，声音巨大。3人脸色惨白，这怎么打？林业已经动了，他没有硬拼，而是直接往楼梯方向退。上楼，3人跟着跑，变异体追上来，速度极快。就在他要扑上的瞬间，林业突然停下，转身，他手里多了一样东西，实验室带出来的核心试剂，他直接砸在地上，气味瞬间扩散。变异体猛地停住，开始狂躁，方向失控，撞向另一侧墙。林业冷静地看着，诱导成功。他低声说，然后带人绕开，关门，封死楼梯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3人愣住，完全说不出话。林业站在门后说，现在开始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凌晨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3人瞬间紧绷。林业示意噤声，他靠近门，没有开，说，门外停了1秒，我们没有被感染。是男人的声音。林业不信，证明。外面沉默，过了2秒，我可以把武器丢进来。一把手枪从门缝推入，林业瞥了一眼，退3步，脚步声后退，他开了一条缝，外面2男1女，身上干净，眼神清醒，暂时收留，规矩我说了算，人多了问题也多了。林业简单说3条规则：第一，不私自行动；第二，
不隐瞒伤口。第三，违规者驱离。没人反驳。下午，负责守窗的女生手在发抖，她偷偷把门栓松开一点。外面有人在哭，救救我！她动摇了。就在她要开门时，一只手按住她。我说过什么？女生红了眼。她会死的。林业没有看门外。你开门，我们一起死。外面的哭声忽然变了，变成低吼。撞门。女生脸色瞬白。林业松手。记住这一刻。夜里，新来的男人不见了。门后传来细微声响。林业直接踹开。那人正在翻找，手里是核心试剂的盒子。两人对视。他先拔刀冲过来，林业更快，刀锋横过，人倒下。全程不到3秒。林业把刀擦干。偷资源者杀。没有人在说话。凌晨楼外出现灯光，扩音器声音传出，所有幸存者出来集合。违者视为威胁，不是救援是集中，甚至是清除。林业关灯，全部后退。他观察路线，数量跟武器，不是我们能硬碰的。他很快下结论。队伍开始动摇。有人低声说，也许出去比较安全。林业看向他，你可以去。那人犹豫后还是走了出去。外面探照灯扫过，一声枪响，人倒地，再也没人提离开。林业开始重新分配。我们不躲了，我们升级。他拿出试剂残留样本，这东西不只会让人变异，也可能强化。众人镇住。你要试？他没有回答，直接在自己手背划开一道口子，滴入极少量。全员屏住呼吸。3秒，5秒，他的肌肉绷紧，瞳孔微缩。然后他抬头说，成功了。第一缕光照进来时，林业站在窗边。城市已经变了，秩序的崩塌。他转身看向所有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只是活下去，我们建立规则。谁掌控资源，谁就掌控世界。他走向门口。外面的风很冷。跟上。下一个据点，我来选。他踏出去，像走进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世界。他没有走远，而是带人转进一片废弃工业区。仓库林立，视野开阔，这里更是合手。他简单一句，众人跟上。他挑了一栋双层钢构舱，门后窗扫，上层可观察。清场。5分钟后，舱内干净。他把路线画在地上，出入口2个，备用1个，轮班守。秩序开始成型。下午附近出现另一队人，不多但有车。对方远远示意，林业没有拒绝。30步，放下武器说话，简短干脆。交换开始。水换药，电池换燃料。没有信任，只有价值。临走前，对方领头的人多看了他一眼。夜里他让人整理收集到的讯息。感染速度，爆发节点，军方动向。他用笔在墙上标记，一条线一条线连起来。这不是自然扩散。他低声说。有人问，那是什么？他没有解释，只在一个位置圈了一下。下一站，他选了一名愿意的人。微量试剂。那人呼吸加重，但没有变异。力量提升，反应变快。林业记下时间与剂量。凌晨舱外有动静，不是丧尸，是人。对方试探性接近。林业没有开灯。左侧2人，后门1人。他低声分配。短暂交锋，对方撤退。地上留下1人，还活着。林业看着他。谁派你来的？
那人开口断断续续：清场队收集样本。林业问：哪里收集？对方说出地点，正是他圈的那个位置。郊外临时研究站，戒备森严但混乱，漏洞很多。林业带3人潜入，避开巡逻，进入核心区。他看见熟悉的标志，与前世一样。他的步伐更快，就是这里。资料是他快速翻找，硬碟纸本样本记录，关键字一个个对上。实验编号 A13。他停住，这个编号他记得，是失控源头之一。他把资料全部收走。撤离途中警报响起，被发现了。灯全亮，枪声四起。林业不恋战，烟雾。他扔出简易烟弹，遮蔽视线，带人从侧门撤出。车启动冲出封锁线，子弹擦过车身。回到仓库，他把资料摊开，所有人围过来。他把地图重新画大，标出3个点：资源点、武器点、讯号点。他看向众人，新的棋局开始了。